9月22号，王美花证实了，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正式递交申请啊。当然，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从很多层面来看。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介老师啊，台湾用什么样的名义呢？我们用的还是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啊。那么，当然这个名称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我们的这个行政部门也强调，说我们申请的时机呢，跟中国大陆无关啊，等等等。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当时加入 WTO 的名称，所以后来呢，跟纽西兰啊、跟新加坡自由协定呢，都是用这个名称，到现在就一体沿用等等等。但是当然了，大家知道今天就很多网友就是冷嘲热讽嘛。这个民进党一到选举的时候，不是很在乎什么台湾主体性吗？动不动就要证明吗？驻美代表处也要证明，那个证明，这个证明，一定要把台湾2个字挂上去啊。那么这个名称的部分呢，急吼吼的现在提出了申请啊，难免让人家想到，你这个实际上是不是还是感觉上是被中国大陆追着跑？要不是中国大陆提出了申请，恐怕我们的经济部门还动不了，还在那慢悠悠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提出哦。第二个，这个名称这么长，为什么你这个改名那个改名，这次不敢就直接用台湾呢？那用台湾的话，大家就进不去了，因为这个我们从 WTO 申请 W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认定了我们是用这个个别关税领域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身份加入国际上的这种不管是多边、复边、双边的经济贸易协定。那所以这是已经国际上已经相沿成习了。这个除了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另外还有一个简称的问题。简称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WTO 里面简称叫 Chinese Taipei， 还有中华台北。所以这2个名称民进党可以考虑不用不过就是说，如果不用这个名称的话，那可能周章更多。不过王美花这个宣布我想侧摄一个事实，就是说，民进党政府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不想参加的原因，我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对民进党的选票不利，是，尤其是明年要选举，对，所以您刚刚讲说最后还是选了这个名字嘛，那表示民进党还是有点现实感之前我们看到他的很多作为都让大家觉得他脱离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是现在他最终还是用了这个名字没有把台湾这2个字，民进党最在乎的名称问题在这个部分纠结，同时还给了自己很多的借口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时机问题了介老师一开始开宗明义告诉大家，他认为民进党根本不想申请，根本不想加入嘛。但是大家别忘了，其实早在这个蔡英文在2016年他第一次胜选的时候，他在这个就职演说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他再而三、3而4的不断在强调说要率领台湾加入，这是他的主要政见之一这个政见当然后来就一直静悄悄，我们看到在这几年不断的这个有讨论，特别是在这个组织在2018年12月30号正式生效，特别是在美国退出，特别是在日本担任轮值国的时候不断在台湾被提出，还有很多国际媒体关注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今年对台湾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好朋友日本担任这个轮值国主席，那么日本也3不5时跟台湾招手希望来呀。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出，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马上就说欢迎欢迎台湾欢迎这个好朋友感觉上给我们送暖，感觉上呢，在我们加入的过程当中，似乎是不是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条件呢？你怎么看？当然会好一点啦，当然好一点。不过到最后谈判还是捉对厮杀，就是说11个会员国要单独举行12对双边的谈判，所以我们可能跟秘鲁也要有一个双边谈判，我们跟墨西哥也要双边谈判，加拿大也要，那跟日本也是11对双边谈判的里面中间之一了。不过在这个前面，就是说先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共识，觉得同意我们加入。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比较，日本是轮值主席国，他可能帮得上忙比较多。不过即使就说同意以后，那展开谈判的时候，我觉得说每一个国家都会就是说会要求跟我们进行双边谈判。对，所以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说，既有的所有会员国，他有权利要求跟我们进行双边谈判，而且呢，一定要谈到满意为止。也必须要11个会员国通同意，对不对？通一个不同意就不行。算是条件算是蛮严格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被抢劫的过程，还是很痛苦的，因为基本上你是被别人要求坐在那边说你这个开不开，你那个开不开，你这个让不让我进去，然后呢一个个讲妥了以后呢，你才能够说我这个部分我们谈妥了。
对。然后如果有11个会员都跟我们要求进行双边的话，就要11个都同意以后，满意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入会。所以像过去我们加入 WTO 谈了10几年啊，中国大陆也谈了10几年。这个因为大陆 WTO 的会员那就100多个，更多了。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会员国都会要求进行双边咨商啊。那不过 WTO 这个不是这个是 CPTP 这个情况，我觉得各个国家一定都会，因为国家少嘛，然后你加入国家不多，他都会希望进行双边咨商。那这个双边咨商的话，怎么讲呢？蛮惨烈的。我曾经在 WTO 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双边咨商，我记得是好像是中亚国家的，有一个国家，我说我做这个在政府的外交界服务啊，从来没有这么好受到尊重。因为对方做的是他经济部的次长还是部长，对我们非常非常的礼貌。因为为什么？他能不能加入 WTO 抓在我们手里面，我们愿意同意，他就好才进得去。我们一夫当关了哈，万夫莫敌，他就进不去。所以那次我就觉得哇，整个一个代表团啊，就坐在那边就听我一个人。我说这个怎么样？哇，毕恭毕敬，然后突然觉得自己，自然觉得瞬间提升很多，瞬间提升。我说从来没有这么受到这么尊重过。但现在是反过来，对，现在反过来，我们将来就是坐在被人家这个严刑拷问的那个位置上。对，所以是一个折磨的过程啊！你想想看，跟11个成员国磋商，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复杂而且不太好受的一个过程，因为每个国家条件要求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我想季老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CPTPP 的一个这个背景哦。其实当初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这个奥巴马的政绩嘛，那么当初主要是美日发起啊，那么美日发起就是没有中国大陆啊，所以当初大家从这个里面，从这个结构里面看到，感觉上有点要抗中的一个意味哈。有点要抗衡中国大陆，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美国的非典型政治人物他胜选之后呢，其实在竞选的时候，他跟希拉蕊就唱反调，他就不认为这个东西对美国有利，所以他胜选之后呢，很急的2017年刚上任，他立刻签署了行政命令。下令要退出，所以这个部分呢有点尴尬来了。CPTPP 呢等于是当初美国是发起国，后来呢突然之间就被美国抛弃了啊。那抛弃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他的思维非常非常的灵活啊，当初有点抗中的味道，但是中国大陆现在也感觉上了也不计较。灵活补位啊。那么虽然这个日本感觉上关系不太友好，澳洲也感觉上关系不太友好，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呢，都可以用一些方式去解决啊。你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角色？他们早我们1个星期递出了这个申请，确实给带来台湾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大陆基本上展现它这个整个政府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就是说对外开放这个决心啊。因为开放的时候，有的是自动开放，有的是被迫开放。你加入这个 CPTPP 你很多都要被迫开放对，你不开放不行了，不是你自由意志了。当时美国会退出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川普认为美国吃亏。为什么吃亏？就变我今天这么大一个市场，跟你这个越南这个小小的市场谈，我给你那么多好处。你把你全国都卖给我，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看不上眼因为这个经济体差，这个市场规模差太远了。对，那本来像大国参与这个这种优惠性贸易协定给这些小国，它就是一种政治目的。对，它是用贸易的优惠来怎么样，来笼络你，然后来怎么样，来把你纳入它的这个范围，区域整合就等于成一个集团，你就依赖我。你就比较依赖我的市场，因为我的市场进入比较容易，产生依赖性以后，它政治才有影响力。那当然，中国大陆我觉得加入 CPTPP 并没有这个动机啦。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一次做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决定。因为这个 CPTPP 跟 RCEP 在自由化的程度下是差距很大的。他这个当时大陆去年才签了 RCEP 嘛，对不对？RCEP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自贸经济体那他签了以后，现在还要再加入这个 CPTPP， 它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就进一步开放。因为 RCEP 的话，再怎么我们这个有2种，一种是关税贸易障碍，就是你的关税；另外是非关税贸易障碍，也就是其他的一切的这种行政措施法规。关税的话，光关税来讲的话。
CPTPP 标榜的是零关税，也就是说你不管工农产品的话，你降到最后都要降到零的，那可以给你长一点的时间慢慢降，对。可是呢，它是要降到零，RCEP 没有到这个程度，RCEP 因为都是开发中国家，可能还有平均的关税还有10%左右了，所以它的自由化程度不高。然后这个 CPTPP 啊，还有加了很多现在传统型的自由贸易协定不涵盖的这种项目，比如说投资，投资的话在这里面，另外还有所谓的环境的问题，对，还有劳工的问题，还有这个自由所谓的公平竞争的问题，还有这个专谈金融、专谈电信，还有专谈电子商务，这些部分啊，新兴的这种产业、跨国产业哈，那么要用什么规则来规范啊 ？CPTPP 都谈了，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这次对于大陆政府来讲是很大的决心，那当然不会说立刻就要开放这么多市场，可是进入这个谈判啊，就表示哈，中国大陆将来进自由化的程度哈是采取高标准，对，现在已经达到中标准了，RCEP 的中标准，下一步哈就往高标准，也就是中国大陆愿意把自己的市场啊做对其他各国来讲哈做更大的开放。对，这一点啊是要很大的决心。那么，我觉得真正加入以后，也会把中国大陆的不管是经济体制哈、贸易体制不说，经济体制哈，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我认为就是说，越开放表示越有自信嘛，你越开放，你越有竞争力。那这也是过去大陆40几年改革开放，所得到的实际经验嘛。那今天到了习近平手里的话，也不能说改革开放就到这个程度了，那中间后面还有更高的标准。我觉得习近平展现的是一种决心吧，把中国大陆往另外一个层阶。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灵活，思维非常的务实跟灵活。那么您刚刚讲像这个美国这种大国，他们所顾虑的，也就是说对我没什么好处啊，我一直让利出去我美国得到什么？像这样的一个思维，我们看到就比较不存在像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大国当中。同样都是大国，但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拥抱多边主义嘛，朋友越多越好。另外呢，希望这个区域经济整合，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等等啊。那么从我们台湾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台湾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实力，以这个 CPTPP 它的成员国呢11个，大概占我们台湾的外贸总共大概将近25%，就是1/4了啊。那么进去当然也对我们是有些好处，而 CPTPP 呢，它占全球 GDP 的大概13%，人口呢算一算是超过5亿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盘算哈。英国在今年初也申请要加入，那么我们台湾呢紧接着就面临2个难关，我想这也是我们线上网友最关注的问题，一个是稻米的开放，一个就是日本的核食啊。讲到日本的核食要不要开放呢？事实上我们在2018年有个公投嘛，公投77%的民众都赞成不要，都希望不要开放。所以台湾人事实上呢，我们对于饮食真的是非常非常讲究，尤其是对于我们妨碍健康的，哪怕只有一点点，台湾民众都觉得敬谢不敏。我不要啊，态度非常非常的坚决，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下半年还会有这个莱猪的这个公投啊，美国的莱猪。您刚刚讲到为什么台湾的经济部门拖拖拉拉啊，3催4请啊，人家日本都已经跟你招手了，国内外的这个媒体不断的这个呼吁哈，经济部门到现在为止才动起来，感觉上就是没面子。中国大陆已经加入，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加入了，台湾又被排除在外，感觉上这个好像输不起啊，所以才这么急。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嘛，核食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台湾民意已经展现过了，但是当然了，现在它的时效已经过了，2年的时效已经过了。那么现在如果真的要开放日本的核食，你觉得台湾民意会做什么样的反弹？不过我们也知道啊，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国也已经决定要开放了。好，美国现在是要开放了。那美国开放呢，当然是一个指标啊，这也会让这个民进党呢更有操作的空间。我觉得日本政府要聪明的话，他们如果还是想要民进党政府在台上的话，就不要逼民进党政府了。就是说，这个核食把它当做一个长时期的一个斡旋案子啊。因为这个谈判有2种付费的方式啊，一种是付头期款，也就是说我要跟你谈判之前啊，我先跟你讲，说你这个不解决的话，我根本不跟你谈判，这就是要谈判的头期款。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种头期款，就是说
我虽然要等这个谈判生效以后呢，就是说整个谈完以后，这个条约生效，你才落实嘛，对不对？如果这个谈判我同意了，可是你这个谈判还没结束啊，所以没有办法生效，没有办法落实，可能还要再多个10年8年啊。那这是另外一种方法。那我最怕日本政府就说，你现在要加入，对不对？先别谈，你先把核食开放，我再同意。你不开放核食，我连让你成为谈判的这个谈判的方我都不同意。那这个日本的话，我想这个就是说民进党啊，所以会拖这么久不申请啊。我在推测啊，就是这一方面没谈好，跟日本没谈好。那可能他一申请加入以后啊，没过几天啊。他就要用个理由来开始开放核食，因为明年马上要选举了。所以看起来开放核食这个事情，日本虽然是台湾的好朋友，日本应该是不会松手，还是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前面。您的判断呢？绝对是利益在前，因为像我们这个跟日本谈过很多，我有一次，当然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机密，我们是跟日本人谈我们的名称问题。我们那个时候民进党政府阿扁的时候就不想用强力栽培。结果我们跟日本人谈，日本人就说：“你们到底想用什么名字？其实对我无所谓啊。可是你不用这个名字，比如说你不要用强力栽培的话，对我也造成个困扰啊。对啊，为什么你们这个可以参加，那个不能参加？讲了半天，所以日本任何国家都是，尤其在经贸这一块啊，都是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那所以我也认为日本在核食这个地方他可能也没有多大的空间，可能也会给民进党政府很强的要求。那也这就是民进党一直在不愿意递出申请书很大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谈判开始以后那很多农产品比如说稻米之外，还有其他的肉品，还有乳制品，还有什么？还有这些渔产品。渔产品的话，因为秘鲁是渔业大国对，你这过去不准人家或者不能进口的这些渔产品的话，那也要，因为我们现在的农产品的平均关税15%，对，相当的高所以我们这个农产品是高度保护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民进党所以不敢参加除了日本核食以外还有一连串的这些地雷，他都要去踩。那踩下去以后都是他的票源。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宁愿自己当权不顾台湾的经济利益，因为加入对台湾是有好处的。可是问题就变成他再度把他的自己的党力放在这个国家利益之上。当然了，这个台湾是这个选票政治这个不管是谁，只要这个满20岁都会有一票。那么明年台湾有县市长还有县市议员的选举，到了2024年又是这个领导人还有这个立法部门的这个选举所以你怎么看？如果这个先是莱猪再过来又是核食，如果开放的话，民进党还要选吗？当然，我们是不是也许操心操太多了？民进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一向是很灵活的。我觉得照民进党估算的话，他应该付出很高的代价，是，所以他才一直不申请。因为这个他是能拖就拖，因为选举在即嘛，尤其明年县市长。那如果说把日本的核食放进来那就是洪水猛兽进入到我们的选举场里面民进党百口莫辩。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在他执政的未来1-2年、3年、2年多都是一个一个的地雷他要踩，因为你要加入，你就要开放市场，对不对？你不能只要人家开放，你自己要开放。这些开放的时候又牵涉到一个什么？又牵涉到一个利益，你如何开这个不开那个？你为什么这个守的那个严，那个就开放？这个又牵涉到他内部的利益。对，谢老师，我再问一下因为今年的轮值国是这个日本，明年是新加坡嘛感觉上，当然今年现在也已经9月底了，只剩下没几个月。那么今年好像对台湾是比较有利一点，所以各界呼吁台湾应该把握今年这个机会但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同时申请，那结果只有4个嘛台湾上，中国大陆没上，中国大陆上，台湾没上，要不然2个一起进了，要不然2个一起没进只有这种4种结果。你觉得哪一个结果比较可能？当然了对于民进党来
讲最开心的就是台湾申请就进到这个组织里，结果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外哈，这个民进党会整个集体嗨起来啊。那如果是另外一种呢哈，假设这个中国大陆哈成功进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手上可以用的武器筹码太多了啊。那如果是中国大陆这个进去，那台湾没有进去会怎样呢？我觉得现在都变成各方正在这个都在非常非常角逐当中。对，因为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工具这种贸易工具最大的利多就是一个大的市场加入。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如果这些国家要把这个机会放掉的话，下一次不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么中国大陆那个市场还在扩大成长。你在这个，你比如说就澳洲来讲，对纽西兰来讲，它又一次开放的扩大，它有一个优势的竞争机会，它放弃下一次不大。可是问题现在就是说，眼前的政治问题，大陆比台湾多很多。我觉得台湾进去的话是没有政治上的问题，可是呢，经济上的诱因又不大。你台湾这个市场跟大陆比的话，差距太大了。那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现在可能他必须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因为大陆可能会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当时我们加入 WTO 的时候那个要求，也就是说，谈判一定要大陆先谈完，然后呢，台湾的谈判的结束要在大陆谈判之后。为什么你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先加入以后我们可能就会提出以会员的身份提出跟中国大陆进行双边谈判。这个时候我们就掌握一个卡住大陆能不能入会的一张王牌。所以过去中国大陆就不让台湾拿这张王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我先谈完。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大陆加入这个 CPTPP 这个同样的问题当时 WTO 可能又回到 CPTPP，这个就要看这个现在寄存的这些国家他们现有的会员怎么想。那我认为这些现有的会员从大陆的以他这个纯就经济谈经济嘛。然后另外我用这么大的市场带到你这个只剩下25%的这个全球 GDP 的这一个区域贸易协定我给你加持这么多的话，我觉得这些既有的国家，即使是澳洲、日本，基本上都会同意的，那只是说中间有一些交换条件，会谈一段时间，可是都会同意的。那卡到又变成我们台湾跟大陆两边同时都要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又有一个谁先谈完，谁必须要比谁先谈完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觉得可能会历史重演吧，会再发生这个问题。